Observation 1 1960年，美国对古巴实施全面经济禁运，起因是古巴政府的国有化政策。这些政策没收了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外国资产。禁运不仅限制了古巴的贸易，还严重影响了其经济发展。受制裁影响，古巴不得不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和经济模式，而且长期的经济困难导致了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的下降。尽管面临严峻挑战，古巴也展现出一定的韧性，发展医药和旅游业作为经济支柱，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对外政策争议的焦点。Observation 2为了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，1980年代国际社会对南非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制裁。这些制裁包括禁止与南非的直接航班、限制金融交易和禁止钻石及黄金的进口。经济制裁对南非经济造成冲击，引起了货币贬值和投资减少。国内外压力最终迫使南非政府在1990年代初开始废除种族隔离法律，为国家的和平转型铺平了道路。Observation 3 2006年，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实施核制裁，旨在阻止其发展核武器项目。制裁包括冻结伊朗资产、禁止武器销售和限制伊朗银行的国际交易。尽管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，伊朗政府寻找替代经济策略，并与部分国家进行油品交易，试图减轻制裁的影响。2015年，伊朗与世界大国达成了核协议，制裁得以部分解除，但在随后的年份中，新的制裁又被重新实施。Observation 4朝鲜因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而面临国际社会的多轮制裁。制裁目的是限制朝鲜政府的收入来源，包括煤炭和其他矿产的出口。制裁严重影响了朝鲜的经济，尤其是其对外贸易。不过，朝鲜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对策，包括秘密贸易和其他逃避制裁的手段，以维持其政权和军事计划。Observation 5 2014年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，西方国家迅速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。这些制裁涉及金融、能源和军事领域。由于制裁，俄罗斯经济遭受打击，尤其是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。普通俄罗斯人开始感受到日常生活成本的上涨和商品选择的减少。尽管如此，俄罗斯政府宣称制裁反而促进了国内产业的自力更生。在国际舞台上，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持续紧张，制裁与反制裁成为了新常态。Observation 6委内瑞拉政府在经济政策失误和政治危机影响下，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崩溃。美国和欧盟对委内瑞拉高级官员实施了针对性的经济制裁，限制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活动，并冻结了海外资产。随着国家石油公司的收入锐减，委内瑞拉民众遭受了食品和药品短缺、高通胀和公共服务衰退等苦果。虽然制裁旨在迫使政府恢复民主秩序，但短期内普通民众承受了极大的生活困难。Observation 7自2011年起，叙利亚内战爆发后，多国对叙利亚政府实施了经济制裁。这些制裁旨在施压政府结束内战和政治镇压。然而，一方面制裁削弱了叙利亚政府的财政收入，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国内的人道主义危机。物资短缺和医疗卫生系统崩溃使得民众生活陷入困境，大量叙利亚人成为难民，四散世界各地寻求庇护。Observation 8针对津巴布韦政府在2000年代初期的争议性土地改革政策，西方国家实施了经济制裁。这些制裁加剧了津巴布韦原本就脆弱的经济状况，导致外国投资流失、严重通货膨胀和资源短缺。在经济崩溃的边缘，津巴布韦的民众不得不面对饥饿、疾病和失业。令人难忘的是，国家货币贬值到极点，以至于亿万甚至万亿面额的纸币成为日常。Observation 9 2020年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后爆发的政治危机，导致欧盟对白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。制裁措施针对白俄罗斯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关键经济部门，
以回应政府对示威者的镇压和选举舞弊的指控。白俄罗斯政府试图寻求俄罗斯的支持以抵御制裁影响，但国内不满情绪升高，经济困境加剧。View 想象一下，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开启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没有坦克的轰鸣，没有飞机的呼啸，只有纸张上的指令和数字的变化。这就是经济制裁，一种国与国之间的非武装冲突形式。它可以悄无声息地撼动一个国家的经济根基。但经济制裁真的是一个国家的隐形武器吗？这个问题就像你在超市里选橄榄油一样困难，有太多的选择，每一种都宣称自己是最好的。历史上，许多国家使用过经济制裁这一政策，意图通过经济手段实现政治目的。比如，古代的雅典就对麦加拉实施了贸易禁令，而更现代的例子包括美国对伊朗、古巴、北朝鲜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。经济制裁的使用往往是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的产物。国家之所以使用这类政策，通常是因为他们试图以比武力冲突更为温和的方式，迫使对方在某个议题上做出让步。例如，制裁可以用来阻止核武器的扩散，维护人权，或是回应军事侵略。然而，制裁的剑锋往往双刃，它也可能对实施国产生不利影响。比如，它可能导致贸易伙伴的反击，从而损害本国企业的利益。更糟糕的是，当制裁导致普通民众的苦难时，它会引发道德上的质疑。制裁的影响波及范围广，从石油价格的波动到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上升，无一不在提醒我们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实际上是多么真实。现实中，我们经常看到制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首选武器。以俄罗斯为例，西方国家为回应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，施加了一系列经济制裁，包括限制其访问国际金融市场和禁止某些出口商品。这些措施旨在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实力，迫使其重新考虑其外交政策决策。经济制裁的历史悠久且成效参差不齐，他们有时成功地迫使政府改变政策，而有时则加剧了人道主义危机。在一些情况下，受制裁国家的政府利用国家主义情绪来巩固权力，从而适得其反。经济制裁可以说是一种双刃剑，既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，也可能引发一系列预料之外的后果。让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，古巴。美国对古巴的长期经济封锁是为了推翻卡斯特罗政府，但结果却加强了该政府对抗美国的决心。尽管古巴人民面临了极大的经济困难，但这种政策并没有使美国达到其政治目的，而是成为了国际上对美国政策批评的一个焦点。在考虑经济制裁的效果时，我们不能忽视他们在国内政治中的作用。制裁往往是国内政治斗争的产物，领导人可能会使用对外制裁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，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利。同时，制裁也是国际关系中力量平衡的象征，体现了国家意志的较量。作为一个隐形的武器，经济制裁在全球博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它们是国家间斗争的一个方面，但我们必须认识到，这种斗争的后果往往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。让我们不要忘了，经济制裁背后的是真实的人类生活。他们每天都在应对制裁带来的直接影响。我们需要问自己，这样的策略最终是否值得，以及是否有更好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分歧。在经济制裁这页历史中，各国实施政策前的经济情况和细节常常是决策的关键。让我们以伊朗作为例子来探索这一点。在西方国家施加制裁之前，伊朗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，是全球重要的石油出口国之一。然而，国际社会对其核计划的担忧却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制裁。伊朗的经济制裁细节颇具戏剧性。美国和欧盟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，包括冻结伊朗银行在海外的资产，限制其石油出口，禁止跨国银行的金融交易，以及对伊朗的中央银行实施制裁。这些措施直接打击了伊朗的经济命脉。
导致其货币价值暴跌，通货膨胀率飙升。在制裁的阴云下，伊朗经济的压力可谓空前。由于石油出口是伊朗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，制裁使得其出口量大幅缩水，外币储备急剧减少。这不仅影响了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，也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扰。伊朗的民众面临着食品和药品短缺，医疗和教育服务的质量也受到了影响。制裁的实施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逐步升级的。最初，国际社会只是要求伊朗提供其合计化的透明度，但随着谈判的僵持，制裁措施开始加码。西方国家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，使制裁得到了国际法的支持，这使得实施制裁的国家得到了道义上的正当性。伊朗的回应同样充满策略。面对经济压力，伊朗并没有完全妥协，而是寻找新的贸易伙伴，比如中国和印度，试图通过非美元交易绕过制裁。伊朗还加强了自力更生的措施，发展国内的精炼产业，以减少对外国技术和商品的依赖。经济制裁的故事中充满了国家间的博弈与智谋，每一个决策背后都是深思熟虑的战略考量。伊朗案例揭示了制裁政策的实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它不仅影响了国家的经济结构，还可能改变国际关系的平衡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，经济制裁不单单是一纸禁令，它是实际行动中的棋局，每一步都关乎着国家的未来和人民的福祉。Analyze. 经济制裁是国家或国际组织为达成特定政治目的，对某国实施的贸易、投资或金融限制。制裁作为一种非武力外交手段，能迫使被制裁国改变政策，对核扩散、人权侵害或侵犯国际法的行为施加压力。制裁有助于保护国际安全，维护全球秩序，且相较于武装冲突，避免了直接的战争损失。然而，经济制裁的利弊常常是双刃剑。从积极面看，制裁能够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，促使国家遵守国际规则，对国际关系中的不公行为进行惩罚和矫正。但是，制裁往往会对目标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阻碍，尤其是对普通民众生活产生深远影响。长期制裁可能导致被制裁国家的经济衰退、通货膨胀，甚至人道主义危机。普通人民是经济制裁最直接的受害者。制裁可能导致物资短缺，生活成本上升，失业率增加，社会福利减少。对于依赖进口的国家，民众可能难以获得必需的医疗药品和基本生活物资。长期的经济孤立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，增加贫困和犯罪率。此外，经济制裁可能会损害国际商业信心，影响全球市场的稳定。国际企业在不确定性的影响下可能减少投资，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。因此，经济制裁是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外交工具，其应用必须慎重考虑，以确保既能达到政治目标，又能最小化对民众生活的负面影响。